美国拼命保住霸权，其实他们早就丧失了当全球霸主的实力。欧洲没盯住，这下后院连丢2城，中阿这招绝了。各位好，欢迎来到新乐锐评。美国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维持霸权。无论是集结北约对俄罗斯极尽地缘政治挤压，还是绞尽脑汁阻碍中国崛起，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维持霸权。美国想当然地将中俄当成霸权的最大威胁。但是话说回来，美国有没有想过霸权衰退的根源在哪儿？中俄崛起仅仅是将美国衰退衬托得更加明显，而衰退的根源在美国自身。我可以断言，现在的美国已经丧失了当全球霸主的实力。所谓的全球霸主，顾名思义，就是能够轻松掌控全球的当之无愧的强国。而现在的美国，不仅欧洲没盯住，还把后院也丢了。俄乌冲突爆发，吸引了美国大部分的注意力，美国给予了大量的军援，最终可能也无法如愿让冲突再度延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动给中方打电话，已经说明了很大的问题。欧洲没看住的同时，美国也基本丧失了对后院地区的掌控。前段时间，巴西和中国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内容显示，中巴将不再使用美元为中间货币，而直接以两国本币进行贸易结算。一纸协议对美元霸权的打击着实不小。巴西作为美国后院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它的去美元化举措势必会引起拉美地区的效仿。继巴西之后，又一个拉美大国宣布停止使用美元，转用人民币结算，这个国家就是阿根廷。报道显示，阿根廷经济部长在一场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重大消息，在对华进口上，阿根廷将停止使用美元支付，转用人民币。这个动作我们该如何看待呢？首先，我们需要清楚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强弱，也赋予了该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化货币的能力。举个最鲜明的例子，美元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跟美国自身的综合实力是分不开的。同理，如今巴西、阿根廷等美国后院国家纷纷在美国眼皮子底下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是否也侧面证明了中国综合实力的飞速发展？当然，去美元化与人民币的国际化粗略可以看成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因为当今世界有这个潜力替代美元的，也仅仅只有人民币而已。对于中阿两国而言，这招对华进口弃用美元，选用人民币的做法也是一个双赢之举。中国正在持续减持美债，在美元信誉持续下跌的背景下，减持手上的美元对我们来说很紧迫。而阿根廷在对华进口上使用人民币，不用美元，就可以让手上的美元变多，进而方便阿根廷偿还相关的债务。中阿这一招可谓是一举多得，真的绝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